珍妮是个活泼开朗的少女，家境不错，父母对她这唯一的宝贝女儿疼爱有加，舍不得让她受伤受苦，所以珍妮通常想要什么，她的父母都会尽力做到把最好的给她，也经常帮珍妮去跟校方打好关系，希望给她良好的读书风气及环境。大学毕业后，她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借由学校的推荐，她到了一间小有名气的行销公司上班。公司里的同事都很喜欢她，因为她可爱活泼，毕业于名校，还有名师推荐，认为她一定是个内外兼具、潜力无穷的人才。珍妮起初很有信心，暗自想着，我这么优秀，一定没有事难倒我的。的确，因为是新人，一开始公司也没有分配太艰难的任务给她。过了几个月后，公司有个需要一人独立完成的外派工作，且要在外地待上1个月时间。主管艾文评估了所有部门同仁，想到珍妮，虽然她是新人，但她外形亮眼，名校毕业，学业成绩不错，而且个性活泼，一定会获得对方青睐，为公司谈到一笔大生意。于是艾文安排了珍妮独自前往。珍妮想着刚好可以顺便去玩，就非常兴奋。到了目的地后，休息了1天，马上就要开始执行重要任务了。珍妮带着期待兴奋的心情，去到合作对象办公大楼，见了总经理阿里。他一开始自信满满的介绍公司及自己担任的职务，没想到阿里没什么反应，令他有点错愕，因为这跟他预想的不一样。阿里停顿许久，严肃凝重地说，我们公司很重视这次的合作，如果要长期合作的话。话还没说完，又接着说，待会我请助理带你参观一下我们活动会场，看完之后再请你回去拟定几个方案给我们，中间有什么问题再跟我助理联络。珍妮第一次感到巨大压力，突然紧张起来，硬是挤出笑容说，好，没问题，一定会让你满意。于是阿里的助理带她参观了1天，回到公司安排的旅店后，她心想，不会吧，这1个月时间没办法玩了吗？也太难了吧，好想求救啊！但是不行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。天啊，我头好痛，先睡好了。珍妮梳洗后就直接倒床睡觉了。到了隔天，她开始收集资料，整理资料，碎念着，好困难呀，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？事情还没有完成一个阶段，就结束了这天的工作了。到了第3天，他又继续前1天的工作，收集资料，整理资料。他开始心烦气躁，又说了同一句话，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？日子一天天过了，但计划似乎没什么进展。突然想到，能求救的只有父母了，于是打电话给爸爸。爸，公司出了难题给我啦。接着一连串告诉爸爸他遇到的困难以及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。爸爸听了珍妮的状况说，乖女儿别急，爸爸一定想办法的，给我2天时间。珍妮说，还是你最好了。珍妮挂掉电话后，安心的入睡了。隔了2天，珍妮收到了一个小包裹，心想，一定是爸爸寄来的，还是爸爸最好了。珍妮一拆开包裹，看见一个可爱的机器人偶，但这时珍妮的反应是，怎么会寄一个机器人偶给我？是蛮可爱的，但我要的不是这种东西呀。这时她看到人偶下面有一张说明书，她边看边念着，你好，我叫朵拉，我是你的工作小精灵，任何疑难杂症我都能帮您解决，请按下我背后的按钮，我就会跟你互动咯。她毫不犹豫，马上按了这颗按钮。朵拉开口说话了，嗨，珍妮，
有什么事想请我帮忙的吗？珍妮吓到说，你还真的会讲话呀，那我有些事需要你的帮忙，你都能帮我达成吗？朵拉说，我是机器精灵，99%的问题都能帮你达成。珍妮听了开心大笑，马上告诉朵拉她目前遇到的所有难题，朵拉也一步一步为她完成每一个小任务。自从有了朵拉机器精灵的出现，珍妮开始每天都有新计划交给阿里，阿里也很满意一次次提交的报告，也决定要长期合作。珍妮心想着，只要有了朵拉，什么事都万事 OK。回公司后就等着升官加薪了，大家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到了签约的那一天，珍妮的主管艾文与珍妮在阿里的会议室准备等着签约。阿里对艾文说，珍妮真的是个有想法、知识丰富、非常有才华的人才，你们真的挑对人了。艾文微笑着说，谢谢你们愿意给我们机会，您都这么说了，我回去一定好好奖赏珍妮。珍妮听了他们的对话，非常开心。殊不知阿里又接着说，珍妮，你现在再把你所规划的方案整套整合起来，为我们讲解一下，也让你的主管看看你的才能。这时珍妮傻住了，因为这些方案不是她想的，全部的资料整理，所有的规划都是来自朵拉。她开始支支吾吾的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主管看了她的反应，觉得不对劲，问她，珍妮，你还好吗？珍妮尴尬笑着说，还好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上一下洗手间吗？阿里笑了，哈哈哈，没问题呀，赶快去。珍妮马上冲去洗手间，而艾文跟阿里在会议室等着。在洗手间的珍妮想着，完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想到今天有把朵拉带出来，将朵拉拿出来问朵拉该怎么做。朵拉听完，真的也把所有方案细节整套规划整合整理出来，告诉珍妮。但这时珍妮没办法输入在电脑里，只能记在脑袋里。听了一堆她听不懂的东西，一瞬间她的脑袋也根本吸收不了。就这样，她也在厕所待了半小时，心想也只能豁出去了。珍妮回到会议室，这时阿里已经磨掉一半的耐性了。我等等还有行程，现在应该可以说了吧？艾文也很紧张，怕搞砸这次的合作，连忙说，可以，珍妮快点开始吧。结果刚刚在洗手间朵拉所说的内容，珍妮只记得20%，她没头没尾的短短几分钟结束这段报告。阿里突然生气拍桌，我等你半小时，你讲这什么东西？你前面交来的那些企划不是很厉害吗？珍妮吓到了，眼眶开始泛泪。阿里说，算了，之后再谈吧，我还要赶下一场，先散会吧。于是他气冲冲地走人了，留下珍妮和艾文两人还待在会议室。艾文无奈，你是太紧张吗？珍妮哽咽地说，我。艾文说，算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但珍妮并没有回到公司宿舍，而是直接回到爸爸妈妈家。她看见爸妈，却没有一如往常的拥抱，而是苦着脸，无法掩饰内心的沮丧。妈妈说，珍妮，你怎么今天回来呀？爸爸看到女儿开心地说，乖女儿，我给你的惊喜有没有帮了你一个大忙呀？我可是向科技界朋友们问了一轮才买到的。爸爸等着珍妮给他拥抱，然后就像往常一样说，还是你最好了。但是这时珍妮的反应是，搞砸了，通通搞砸了，都是因为爸爸害的。说完这句，直接冲进房里。珍妮的爸妈惊讶珍妮怎么会如此反应，此时爸爸深感懊悔。在房里的珍妮传了简讯向艾文提离职，接着大哭了起来。
这时的她心情更加沮丧。晚餐时，爸爸在餐桌前主动打破沉默，向珍妮解释了当初的用心。他坦言自己或许用错方法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女儿的爱和关怀。他告诉珍妮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。珍妮听了也对爸爸说，对不起，凶了你，是我能力不够好，才会一直依赖你。爸爸安慰她说，傻女儿，爸爸没关系的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很棒的。爸爸，我到现在也是在学习呀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妈妈鼓励珍妮，珍妮，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次成长，失败并不代表结束，而是另一个重新出发的开始。在爸爸妈妈的关爱与鼓励之下，珍妮渐渐释放出心中的沉重，接受来自家人的支持，决定重新振作，为未来的日子做好准备。家人的支持，家人的爱总是无条件的，但珍妮在这次的压力与挫折中，逐渐理解成功不只来自外在的助力，也不是一触可及的，更需要内在坚持和自身的努力，学着卸下爱的保护，学着独立解决问题。而珍妮的爸爸也开始反思，虽然天下父母心，但身为父母该如何适度给孩子协助，如何放下对孩子100%的保护，让孩子在逆境中学习独立。